来吧 ，FT 的福特大头也是近期非常热的一款产品。据当时的预告说，这一款福特将来出完身体以后，身高在1米多啊，具体可能在1.2米左右的这么一个身高，那放在家里边相当于非常镇宅的一个身高尺寸了，相当于一个小孩子的个头大小，那是非常恐怖的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回先出的这个40A 套吧，就是一个福特的大头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保持着 FT 家的一贯风格，也是凸出来的这种印刷。背后是玩具的实物拍照，一些噱头的展示。开盒，纸品方面，一份说明书、人物卡，这都是标配了。信用卡的材质，全彩的中英文双语印刷。那配件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福特的本体，一个地台，一柄小剑，然后福特的一个小人的替换面雕，张嘴的；大人的替换面雕，张嘴的。另外还会有一个替换手型，哎，这么插上，也就是说可以这么握剑的这么一个手型。这4个零件呢是替换福特大头的一些造型件，小人单体拿的一把小枪。我们先来360度转一圈，看看这回福特的人形吧。其实相对来说，我觉得 FT 这一回的美工修的这福特的人形还是偏日式一点的风格的。毕竟头领战士是后来日本人自己做的动画嘛，偏日式风格的这种感觉也对了。这颗脑袋啊，毕竟它是要顶在头上的，大部分的合金件也是放在了一些该有的关节稳定性的支撑上边，但身体的大面积的地方并没有使用太多的合金件来增加它的重量。Head on， 这回真的把能量条的这个触发联动给你做了出来。老规矩 ，MP44 摆在旁边看一下。其实感觉这个福特也是比44要高出来一点点的，但是不会特别明显，也就是头顶稍微高了一个边缘吧。接着我们拿出来刚才玩过的这一款 Moon Studio 出品的山岳啊，冷锋啊，这两个本身来说是两家的第三方产品，但毕竟都是属于头领战士线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家伙摆在一起的身高比例竟然差不多。我们看到头顶的距离啊，几乎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觉得还能配比例吧。包括他的身材，你甚至可以拉一条等比线下来，肩膀的高度、胸部的高度、腰部的高度、裆部的高度、膝盖的高度以及脚底的高度，手腕平行线。胳膊肘平行线几乎差不多，这个身材比例几乎是差不多的。其实相对来说啊，没有那么太紧，比我想象中的要松一点，但是插上去以后还可以，稳定度什么的还行。但你别提溜着脑袋往起拔它，这个肯定是撑不住的。它这个是因为啥呢？你可以看到这个脑袋呀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凹进去的洞。它靠这个凹进去的洞作为一个固定支撑，包括前方这里的2个小方块，这2个小方块是作为2个插槽的，作为一个3点的固定，把这个头插进去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圆圈，这是它的能量条触发的按钮，下方有一个挺硬的弹簧，它靠这个地方的弹簧去发动里边的能量条。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动，这个和我们小时候玩的头领战士的记忆玩具不一样。记忆玩具为什么不同的人物会有不同的属性值呢？它前边这里啊有一排插板，它这个插板本身的长度就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当每一个头领战士插进去的时候，通过这个插板的不同高度显示出的3条数值是不同的。也就是说 G1 的玩具啊，头领战士里边是3个转盘，然后通过这3个棍子的触发来显示数值的不同。福特的这颗头呢，底下3根棍子就是一排平的，所以它按下去的时候也是最长的，所以按下去的时候能力数值是满的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而 FT 呢，是通过小人头顶接触这个原装来触发这一个转盘。FT 看似刻画了3道啊，这个是一个假的，但
无所谓，只要它做出来了，显示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毕竟福特满能量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吧。首先头部左右旋转啊，这个地方并不是360度旋转，脸颊这个地方会被卡住。当然上下抬动的话是没有的，因为要服务于一个转盘了。平举这里是齿轮关节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360度旋转的肩膀，齿轮关节。二头肌这里可以旋转，这个地方是轴啊，就是紧。胳膊肘这个地方也是只有一个轴，但是可以屈到135度以上。手腕360可以旋转 ，FT 标志的全指可动手。同时手腕因为是个球关嘛，有一个开口的开腕，可以往里边扳折。腰部这里左右旋转的话，如果你现在转动的时候会被这里稍微的阻挡一些，转动的幅度并不大，只有10几度，但是它可以弯腰。腰部这里可以通过一个双关节拉起来很长的一个幅度，这个是它的一个弯腰轴。当然，如果你拉出来以后啊，这个转腰就可以实现挺大的幅度了，但这里会多多少少脱开一些。腿部前踢齿轮关节踢的还是挺稳的，后踢能踢到45度，侧踢因为这个裙甲的造型所挡着啊，差不多也在45度左右吧。大腿根部这里左右可以旋转，这也是变形的需要。膝盖这里齿轮关节可以折到90度，里边也做了一个挡肉的零件。左右可以稍微的进行一点点接地，但这个幅度我觉得还是够用的。这个手是可以直接扣上去的，但是这个可变形就全指可动的这个手腕吧，你必须得拆螺丝。因为这个球碗啊，它是这样倒扣进去的，所以这个口是比较小的，不要跟这么直接生拔下来，对这个手腕的球碗是有损的。你必须得拆开上面的螺丝，把这一块掀开，然后再往上扣这个手腕了。人形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，我们直接准备开始变形吧。好了，变形的第一步当然是大喊一声 Transform， 嘣儿，头先撅了。小人的变形其实跟之前 FT 出过的头领战士的小人变形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一回的福特它多加了一个机构，背后这里露着一张脸，把这个地方抠开，这个地方是个插的，替换脸部用的。抠开以后旋转180度脸部，算是一个隐藏吧，背包这里终于看不着脸了。接着老规矩，先把拳头藏起来，抠开这个盖儿，拳头缩回去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胸板。胸板它有2层啊，这一层是为了显示能量条的，变形的时候拆的是下边这一层，把这个地方很长的一个卡扣打开，拉动一下下方的双关节，整个把这一块掀开。接着侧面这里打开，又一个双段的关节连接着，我们往这里翻折这个根部，然后左右同时的往过并，因为下方这里有卡扣，中间这里有对插，同时的并过来，把这2个板咬合在一起，贴合紧实。好嘞，接着的准备工作，我们先把腰部 Z 字折叠这个关节拉起来，接着非常清脆的齿轮关节，真好听，我去！旋转180度翻过来。它这回变形有一个非常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侧裙甲。侧裙甲这里下方是有一个滑道的，我们要先把这一块旋转一下调上来，接着呢把下方这一块很紧啊，这里折一个90度下去，折成这个样子，再往里卷，然后往里推，就是贴到侧面这里看，
平了，看不着，上面这里露着个尖儿。这个变形也是比较繁琐的，首先提90度，折90度，再卷90度，滑道再推进去，变成现在的样子。好嘞，接着往下变2条腿，先做一个8字的劈叉，把这2个关节中间都是齿轮，把这个地方全部的先打开，大体的形儿其实就有了。然后我们一条腿一条腿的来，脚跟、脚尖这个地方合住，这个关节会特别的紧啊。如果你在变形的时候实在掰不动这个脚后跟的时候啊，我建议大家把这后边螺丝拧开，把这个螺丝松几圈，不然的话太紧了。中间的这一块合金的挂钩把它拆开，拆开以后这条腿就可以松下来了。然后注意拆这一块的时候，上方这里是有一个非常长的梯形钩子的，注意这个钩子的钩边儿，把这里卸开，下方这里卸开，卡扣。我们把这一片腿部，包括连着里边的内构，整个的拉开，再翻出来个180度。然后注意看这个倒角的位置，你只能从单方向去旋转，因为从另一边是过不来的。我们顺着这个地方旋转180度，然后通过这个关节把大头的这只脚立起来。接着几个小细节比较注意的点啊，合金的挂钩折进去，这里有一个挡肉的小方块折进去，脚后跟这个地方大方块折出来以后，再滑槽滑到底，嘎哒锁住。脚尖儿这个时候翻折进去，准备工作就变完了。接着我们直接一个 Z 字折叠。现在第三方特喜欢用这种合体战争式的 Z 字折叠啊，折回来以后再连着盖这个板，注意上方这里的这个钩子，我们把它勾住。中间所有的卡扣插合好，一条腿就变完了，也就是福特侧面的一个脸颊。好，不用管它。另外的一边一条腿，打开这个合金挂钩，让这里解松。注意下方这个地方的一个钩子，只有这里是钩子啊，下方这里是插合的卡扣。全部打开，脚后跟叠平，大脚翻折出来，然后立起来这个关节的脚，顺着这个角度往外折叠。小方块180度收到里边，合金挂钩翻折到里边，脚后跟这里翻出来，再嘎哒推回去锁住，脚尖儿回归好。接着一个 Z 字折叠提上来，提上来的过程中包裹这一块的板件，哎，这就好了。但是在变这个的过程中就注意了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完全的拉开腰部连接的这个件儿，我们现在头朝下这么摆放，这个时候啊，它这一块的有一个避让的过程。首先下方这里有一个卡扣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卡扣打松，但是不要折起来，只是打开这个卡扣，然后拆开这下方背包里的2个卡扣，把这个大脑袋大奔奔直接的往上翻，翻上来以后啊，尽量让它往后折，腾开更多的空间。接着把这个大奔奔连带透明件的这块立起来，中间这里有一个滑槽，你得把这个滑槽定好位置啊，才不至于让这块带透明件的这个脑门掉下去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对准，哎，顶一下。好，在这个上方还有一个卡扣，一个暗扣啊，我们从这里可能有点看不清，哎，这里的角度也看不着啊。建议就是手指头顶在这个洞里边，然后捏一下，把这个地方的暗扣捏平，这张大脸现在基本上才有了。哎，接着再把这个 Z 字折叠的关节往里套进去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，原先裙甲变形的时候，如果你变到位了，这2个小角角刚好掐在2个腰的旁边，这个才是对的。如果你发现这里卡住了，就证明你这个裙甲
两边没有变对啊，这里要调整。接着大腿直接翻下来，腿翻下来之后有2个卡的位置，一个是眼睛侧面的一个圆桩，一个是下方的一个方孔，这个地方结合套进去，这个地方套进去。现在这个地方脚后跟这里还有点翘着，我们一会儿再处理。好，腿直接旋转下来，扣合，卡扣找一找，扣合。接着这一块板子往上贴，贴上来以后，手腕的部分和这里的卡扣结合，插上。最后再整理一下腿部，把这些没有贴到的再贴到位。刚才脚后跟这个地方没有贴到位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倒角。你只有把胳膊、肩膀变到位了，这里才会出现一个凹槽，刚刚好放这个板肩的厚度。那这么看一下 ，FT 的这颗大头的个头还是真不小的，非常大的一个尺寸。那现在可以想象一下，它最终合体完以后，那个大的巨无霸福特会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了。当然，编到现在这一步还没有完，我们要把这把小剑拿出来，剑柄推进去，然后剑刃左右这里的卡扣打开。哎，其实再加一个柄出来，有点像波塞冬的那个叉子啊。好，把它收纳成现在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在说明书上边，它让你插在这儿，相当于给福特加了这么一个领结吧，领花一样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我猜它最后是不是在合体成巨无霸福特的时候，这个剑就是要插在这里的，然后把它直接 head on 的时候，这一块就隐藏在了福特的胸板后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接着，其实这一款大头福特还是有它的灯光效果的，我们可以把面部这里抠开，下方这里是可以装电池的，而这个电池的型号我们这儿是真的不好买，它的型号是 CR1220。我是找了一圈了，要不是我昨天就开始播这个玩意儿了，我是没买着电池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发现家里边有 CR927 的电池，竟然可以用啊！因为都是3伏的，只不过是它这个边缘的尺寸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所以呢凑合能用，只要给这个边缘塞点纸就可以了。我试一试，不行，夹不到。好，换上这张怒吼脸看一下效果吧。还是挺好看的，美型度是可以的，包括它有一些透明的零件，内嵌这种银色的涂装，点缀出来的效果也很好。装上以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花纹比较多一些，就像 G1 玩具了。说白了，这就是 G1 玩具和 G1 头领战士动画里边的一个造型切换吧。其实总体说起来评价一下吧，这一次的 FT 的福特大头身上的合金件是非常少的，变形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其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简单了许多，但最终处理完的这个效果是挺好看的，人形也好了，大脑袋形态也好了，包括它有动画和玩具2种配件的切换，灯光的融入，面雕张嘴替换脸的更换，透明件和涂装嵌入的零件来表现一些细节啊。总体来说的感觉，这个脑袋做的还是非常精彩的，很精致。再加上人形的时候，终于实现了出来在第3方里边的这个能量条联动的激发。虽然和官方的设计点有一些不一样，把3个轴变成了1个轴的设计，但能还原出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唯一可惜的就是头部因为下方激发的那个弹簧太过硬了，导致了插上去那个头部的 C 型扣子的咬合没有想象中那么紧。但如果是单体的人形摆放的话，放在那里看的话，问题还是不大的，可动性很好。但是有一些关节偏紧的时候，不要硬摆，建议把螺丝稍微的松动一点点，你再去折。比如说脚后跟的那个零件。那剩下的部分嘛，基本也就没多少了。可以说这一款也是像以前 FT 的那样的一种设计的风格和素质啊，给人一种像恐龙时代的感觉。我很喜欢这个变形设计的步骤过程，或者说这种变形逻辑的 FT 那个时代的产品。
到了后来 FT 其实有一些东西设计的很复杂，它就是比较执念于还原度啊，有一些零件啊它分的有点多，可能变形起来你就没有那么多的乐趣了，反而是这种难度适中的变形步骤吧，你会想着去反复把玩，甚至别管它多大吧。那将来想象一下，其实 G1 的巨无霸福特它的变形难度也并没有多少，而且动画片里边框下来的这么一个变形演示的3遍过程，甚至是4遍过程吧。其实 G1 的巨无霸福特啊，它有2个基地形态，这个等到了书大货的时候我们后续再说吧，看看 FT 能不能把福特的2个基地形态也给你做出来啊。然后就是整体来说嘛，它的变形套路已经固定了，所以将来以后的整个基地的变形过程难度应该也不高，估计就是在一些小的噱头玩点，还有一些和其他的小玩具互动的一些地方，能不能做出来一些全新的演绎。老版的 G1 玩具福特上面有很多的升降平台啦、炮塔啦这些小东西啊，这些小心思其实是这种大基地金刚很应该加入的。本身来说变形不难，不需要多想着它怎么去变形啊，怎么去还原，只要是可动摆造型能做好，然后主要是现在玩小比例的玩家们大有人在，收藏小比例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，这个时候出一个1.2米的大福特摆在那里，能和其他的作品进行一个互动，能让这些小比例有一个安身之所，再加上一些奇妙的和小比例玩具的一些互动的玩法，身上的一些噱头，那将来这一款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产品了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 FT 的福特基本上就是现在的样子了。